都给老子灵活着点儿！谁要是敢多说话，老子崩了他！公主殿下，您来了。夏娜公主掌管缅泰边境所有翡翠矿区和军队，要是能在她身边做事，我就能离开这里了。有了。公主殿下，您要的料子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公主，我把最富有的翡翠矿区交给你，结果你就给我找这么一堆垃圾东西出来。你知道你害我赔了多少钱吗？明天就是王室博览会，你就让我带着这一堆垃圾去参加吗？公主殿下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公主殿下，你看，这是今天收集的所有翡翠原石，肯定能出彩。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老子抬起来！全是垃圾料，没有一点翡翠的影子。而且巴颂今天财运是0，他不可能开出任何绿。公主殿下，这批原石看皮壳表现确实不错，沙粒紧致，松花均匀。现场解释，如果有货就算，如果没货，我让你死。公主殿下，请放心，这次的货肯定能出高货。等等。公主殿下，这些原石都是废料，开不出翡翠。贱奴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公主殿下面前胡说八道？我看你他妈是活腻了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等等，公主殿下，这小子是今天刚被贩卖过来的黑奴，他刚才是胡说八道的。我精心挑选的料子，肯定能出绿。你说这些石头是废料，你懂剑石？我不懂，但我敢确定，巴颂送的这些石料开不出彩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今天在赌石上没有财运。你他妈的，你个被人卖到矿上的黑奴，竟敢说我没有财运！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填矿坑！等等，公主殿下。这种被卖到矿上的黑奴，什么话都敢说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叫什么名字？陈凡。你说巴颂这2筐货全都是废料，那就是你手上有能开出绿的原石了。有。这块石料能出300万，只多不少。
把这块原石和发送那2块一起切了。谁能开出绿来，我不光奖励他500万，还聘请他当我的鉴识师。另外，再答应他一个条件，但要是都没出绿，你们俩都得死。我在这矿场摸了10几年的石头，原石好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坚信这2坑石头一定能出绿，我就不相信我还能输给一个刚进矿场的黑奴。好，那就等着看结果吧。现场解石。出绿，出绿，一定要出绿，坚决不能输给那个黑奴。公主殿下，发送这个原石里面没有翡翠，全是废料。怎么可能？这么好的料子，怎么可能开不出绿？再切，给我再切，这次一定能出绿。还是废料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拿废料欺骗公主！我看你是活命！怎么会这样？公主殿下，这是一次意外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帮你选出高货。这竟然全是废料啊，1块翡翠都没有。这新来的黑奴啊，说的也太准了吧！发送今天在赌石上，真的是没财运呐，太邪门了。他竟然真的能看清别人的财运。出绿了，这是高品质老坑玻璃种翡翠。公主殿下，这种玻璃种翡翠色泽纯正，虽然有一道小裂，但完全可以避开，价值至少在300万以上。公主殿下，您今天的财运正好300万。说我有300万的财运，还真的被他说中了，倒是有点本事。殿下，殿下，我错了，你饶我一次，你饶我一次啊，殿下。拖下去，处理干净。殿下，你饶我一次啊，殿下，殿下。你这双眼睛还真是不一般啊！公主殿下，跟我回去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还有多少特别的东西，还能给我多少次惊喜。公主殿下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？跟我走吧。终于可以离开了。苏苗、塔恩，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
公主殿下，除了那300万，贾娜公主今天没有财运了。你赢了8送，说吧，有什么条件？公主殿下，我是被别人骗到了这里，当了黑奴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离开矿山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想要自由，可以，但不是现在。公主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明天就是泰缅皇家翡翠博览会，到时候各大贵族富商都会到场，争夺那件传说中的顶级翡翠。你的眼光很准，我要你帮王室拿下来。拿下标王，我不仅给你自由，还会额外的给你一笔钱。但要是输了，我会把你丢在泰国的矿场里，让你尸骨无存。我保证，连野狗都找不到你的残骸。公主殿下，我承认这黑奴有点本事，但他终究只是一个奴隶，怎能参加这标王之争？明天的博览会可是关乎于你手中的权力和翡翠渠道，容不得半分差池啊！阿差一直觊觎你手中的翡翠渠道和权力，这要是明天拿不下标王，不仅会让其他贵族笑话，还会让查差抓住把柄，趁机发难呢。毕竟国王陛下就快回来了，他一直看重身份体面，这要是知道了，我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了？可是公主陛下，这也太冒险了，万一出现差池，这我们没法向国王陛下交代呀！住口！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你的决定是……好，我答应你，明天一定会帮你拿下标王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临时剑石师。记住，标王只能是王室的。谢谢公主殿下的信任。好，知道了。公主殿下，查差少爷找的剑石师坤爷来了。听说他剑石中从未失过手，这时候来，怕是来者不善。让他进来。财运值是个负数，这么说，坤爷这一趟来是来送钱的了。公主殿下，你不帮查才好好准备博览会，倒是有闲心来我这起哄。查猜少爷听说公主殿下之前的剑石师接连走眼，让你亏钱不少。博览会在即，怕你没人可用，特意让我来指点一二。指点？查猜倒是比我还关心王室的事儿。公主殿下言重了，明日的标王之争关乎着泰缅珠宝界的格局。查猜少爷不想让一场重要的对决变成笑话。公主殿下，这位就是你从矿区捡来的黑奴剑石师。公主殿下，剑石靠的是眼力和经验，一个矿上的黑奴能有什么能力？你可别被他骗了。坤爷，剑石确实需要眼力跟经验，但是除了眼力之外，我更相信运气。运气？
剑石界运气可救不了你，明日的标王之争可不是靠运气就能赢的。这里有2块原石，敢不敢凭你的运气找出其中的好料？若是选对了，就说明你有些实力，那样明日的标王之争才有意义。原来是想借这2块原石见证我的剑识能力。这2块分明就是个废料，想验证我的能力是其一，最重要的是想借此羞辱雅娜公主。不必选了，这2块都是废料。小子，你看都没仔细看，就说这是废料？这2块可都是茶猜少爷花重金在缅境高价买来的高品质原石，不光是我，其他剑石师都看过了。有没有货，切开看看就知道了。你想检验我的能力，就应该拿出一个高货，而不是拿2个废石来充数。你无非就是想让公主殿下难堪，试探王室的底气。别口出狂言，既然你说这是废石，那咱们就打个赌，我要是有货，扒光你的皮，你滚回矿区做一辈子奴隶；要是没货，就给你磕头谢罪，再赔你100万。殿下，这2块原石的皮壳松花都是极品表现，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废料。我看这小子之前就是加盟赢了巴宋，现在要原形毕露了。光线穿透很好，这里面的翡翠就算不是顶级的，也是高品质的好货。雅娜公主，我就说这个黑奴就是个骗子，你要是信他了，明日的标王之争必输无疑，那样王室的脸面可就保不住了。陈凡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没错，我敢以性命担保，这2块原石就是废料。而且你今天没有财运，还不光不会赢，还要赔钱给我们。我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，找借口拖延。要是不敢赌，就赶快滚回矿区，继续做你的奴隶。坤爷，你今天确实没什么财运，赌下去你必输无疑。您现在收手，还来得及。你还敢口出狂言？就解释！我要让你这个低奴死得明明白白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倔得很。行，既然你要切的话，我奉陪到底。等一下，你别哭着求我们。扳解时机。出绿了，不过你小子口口声声说是废料吗？你不是说我没财运吗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不是绿是什么？是出绿了，但是是糯种翡翠，内部满裂，价值不超过2万。什么？糯种？是不是看错了？坤爷，你自己看。这怎么会是糯种？茶三少爷说这是顶级的高冰种翡翠。虽然出绿了，可这是满裂，做不出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跟废料没有区别。都劝你不要赌了，你还死倔，你这脸打的，我都替你脸疼。哼，别急，还有一块，这一块指定是满货。这一块勉强才能值2万，另一块纯纯的废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切了。切，必须切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
还是废料，里面没有翡翠。怎么可能？全都是废料，绝不可能！坤爷，愿赌服输，赌注可是你定的。你让我给一个黑奴下跪？绝不可能！确实，您的膝盖金贵，您要真给我跪下，我还怕折寿呢。但是这几个头我记住了，下一次可不会这么轻易饶过你了。但是这100万，您总还不能赖账吧？走吧，坤爷，下次再有这样赚钱的机会，别忘了喊我。你别太得意，你今天这样羞辱我，查才少爷不会容你的。明天的镖王才是重头戏，你们要是拿不下镖王，我看你们怎么求饶。回去告诉查才，明天的博览会我会让他输得很彻底。陈凡，你果然不一般，有你在，明天的镖王非我莫属。公主殿下放心，明日我必让查才为今天所做的挑衅行为付出代价。公主，灵，雅娜公主今日没有参与，难道今天这个镖王拿不下来？那我岂不是要……雅娜公主，雅娜公主，这博览会是王室与各大贵族的专属场合，你从矿场拉来个奴隶，难道是想给大家表演一个如何搬石头？查才的财富负值高达5个亿，今日怕是要赔个底朝天了。查才，你少在这里多管闲事。陈凡是我的剑士助手，今天来就是帮我拿下镖王的，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就他一个从矿场捡来的卑贱奴隶，也妄想剑石，还想拿镖王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公主殿下，剑石讲究3年识皮，5年懂种。这小子不过是瞎蒙靠运气，猜中了2块原石而已。你可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，坏了王室大事。坤爷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何必找借口？昨天那2块顶级原石您忘了？再说了，您要真懂门道，何必拿垃圾当高货？你少得意，昨日我是一时疏忽，算不得数。真到了镖王争霸，你那点碰运气的伎俩不算数。真是个废物。雅娜公主，我劝你还是趁早退出镖王争夺吧，顺便把手里的翡翠渠道给我，免得到时候输了，在全泰缅的贵族面前丢尽王室的脸，到时候想哭可都找不到地方了。查才少爷，想要拿到镖王是要靠真本事，而不是靠耍耍嘴皮子。今天这个镖王我们势在必得。还有，你今天运气不好，财运更是亏空的厉害，不仅得不到镖王，别把家产也搭进去了。你个奴隶还懂财运？我看你是石头搬多了，把自己搬傻了吧？既然你不相信的话，等会儿镖王之争自会见分晓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乱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查才，陈凡是我的人，今天你敢动他，我就按冒犯王室处理，保证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。雅娜公主，你确定要为了一个奴隶跟我撕破脸？别到时候我们两败俱伤，让其他人捡便宜。
亚娜，你竟然真的敢开枪！我说了，陈凡是我的人，今天你要是敢动他，绝不饶恕。我雅娜要护的人，还没有护不住的。好，很好，咱们走着瞧。标王争夺上了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倒要看看，是谁付出代价。这局势越来越紧张，不知道接下来的标王争夺会怎么样。能让雅娜公主这般维护，这个黑奴看着不简单。听说昨天坤爷拿着原石上门挑衅，输得很惨，看来这黑奴是真有本事。公主殿下，你今天的财运哟，这不是矿坑里的废物陈凡吗？哟，这不是矿坑里的废物陈凡吗？陈凡，你还真是命大，居然从矿里爬出来了，还混上了王室剑士师的名头，真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。陈凡，没想到你这条命还挺硬，竟然还活着。现在能蹭上博览会这种高端门槛，可得好好感谢谭哥哥心慈手软，没拿去喂狗，留你一条小命。这两人今天都没有财运，怕是要亏得血本无归了。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苏淼、塔恩，你们把我骗进矿场当黑奴，还挖了我一个肾，这笔账今天该算清楚了。什么？割了一颗肾，还被抓去当黑奴，这也太不是人了！嘘，谭哥的靠山，我们可得罪不起，小心祸从口出，你的肾也保不住。你放什么狗屁！明明是你自己太蠢，怨不得别人。别以为攀上皇室的名头就不敢动你，不是想报仇吗？好啊，咱们来赌一把。赌什么？你不是王室剑石师吗？咱们就赌这个，每人3块原石，切出来，总价值最高者赢。敢不敢赌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就给我乖乖滚回矿场，当一辈子的黑奴，再给我砍下一条胳膊赔罪。谭哥，跟这个废物废什么话？他连翡翠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以为混上了皇室鉴定师的名义就能耀武扬威，哼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塔恩，你今天的财运不好，赌注赢不了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赌了。我财运不好，不敢赌就直说，别在这磨磨唧唧的耽误大家们的时间。谭哥可是赌石界的响当当人物，你敢说他财运不好？我看你就是怕输，故意在这危言耸听。小子，是个男人就别再磨磨唧唧的，敢不敢赌？说句话。赌，我答应你，若是我赢了，你跟苏淼同样要跪下来给我道歉磕头，并且自断一臂。我还要你们到矿场上当黑奴，你们敢吗？我会输？老子在太缅玩石头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。赌石自然是会赢，只是雅娜公主今天没有财运，如果能赢下这场赌局，标王就算拿不下的话，她应该也不会太过于计较吧。慢着！查塞少爷，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，您就别掺和了，我一个人就能收拾他。谭兄弟，要赌咱们就赌大的，断胳膊断腿简直太小儿科了啊！加赌注。公主殿下，如果这个贱奴输了，他的胳膊我来卸。另外，你还要再给我3条翡翠渠道。相反，我们输了的话，我的渠道给你，如何？陈凡，3条渠道价值不菲，你确定能赢吗？怎么回事？刚刚财运还是0，现在竟然一下15亿，难道是因为这场赌局？还是15亿？如果跟这场赌局有关，查在手中的3条翡翠渠道也不过价值5亿，那10亿财运值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看来这些财运
都跟雅娜公主无关。算了，先不管了，赢了这场赌局再说吧。好，我赌。你还真是有种！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赢我。哼！今天这赌局够大，到底谁能赢？塔恩在原石鉴定方面可是有一定本事的，我看那黑奴凶多吉少。不一定，这黑奴说不定真有2把刷子呢。确定能赢？要是输了，你该知道后果是什么。公主殿下，今天他们财运不好，赢不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嗯。废物！公主殿下，这3块原石，赌局稳赢。这3块原石皮壳粗糙，连松花和藓都没有。特别是这块莫西沙，我之前见过类似的料子，皮壳有脱落的迹象。你确定能出好货？这些原石外糙内细，皮较厚，但是融水极深，而且您今天的财运很好，能赚15亿。多少？15亿？你是说奴隶就是奴隶，这辈子都只能跟废料打交道。你看你选中的破石头，扔在矿区里面都没人弯腰捡，还敢说什么高料？呵呵，真是笑死了，也不怕疯的闪了舌头。堂哥选的都是上等原石，绝对高货，识相点都早点认输。你自己丢人就算了，连带着雅娜公主跟着丢脸。雅娜公主，趁现在来得及，赶紧把你的赌注退了，要不然等会儿输了可就追悔莫及了。竟然还能选出一块价值600万的原石，这个塔恩也不完全没本事。不过这3块的价值加一块，想赢根本不可能。塔恩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今天没有财运，赢不了。如果现在放弃的话，或许还能少损失一点。哼，放弃？你是知道自己要输了，在这故意激将法吧？我塔恩选的原石，何时输过？我今天就要看着你被卸胳膊，给我跪下认错，然后滚回矿场去。塔恩的3块原石看着就是能出高货的样子，你有把握吗？公主殿下，我既然能赢下赌局，自然有我的方法。这个就等着结果吧。哎呦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！既然你坚持要赌的话，那就切实吧。废他妈什么话！我待会儿就让你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死的。等等，雅娜公主这是知道自己赢不了，后悔了。早劝过你，你不听，现在后悔，是不是有点晚了呀？赌注我要加倍，赌注我要加倍。
还要加倍，这赌局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那黑奴选的3块原石根本就赢不了，竟然还要加大赌注，雅娜公主真是疯了不成？加注，雅娜公主是觉得3条渠道不够，想要多送我几条是吧？茶菜，如果陈凡输了，我认栽，赌注跟之前一样，我还会把手里所有的翡翠渠道都给你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手里所有的翡翠渠道，敢赌吗？所有渠道？雅娜，你搞什么鬼？明知道是必输局，还押上所有渠道。就算你真的赢，这些渠道你吃得下？吃不吃得下不是你操心的事情，现在是你敢赌吗？押上所有。好，我赌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贱奴怎么帮你赢。到时候你所有的渠道输给我，以后你手上的权利你还拿得稳。公主殿下，您押上所有渠道，我这要是输了，我可赔不起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我今天财运好，能赢15亿吗？你怕了？陈凡，我押上了全部的身家，如果你要是输了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放心，公主殿下，我们只会赢不会输。废话说够了吗？解释吧。茶菜的财运值变了，原来这15亿是茶菜手中所有的翡翠渠道。这赌局我赢定了。茶菜少爷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你所有的渠道加在一块儿，价值15亿。如果你赌局输了，你所有的身家都归我们。你说我能赚15亿，是这个？没错。陈凡说的没错，茶菜手里的翡翠渠道确实价值15个亿，只是这赌注我才加的，而他在此之前就预测到了。难道他不仅懂财运，还能未卜先知？雅娜公主不会察觉到我眼睛的特殊能力吧？这要是让她知道了怎么办？还能顺利离开泰冥吗？哎，公主殿下，我嘛会看点面相。茶菜一看就是亏相之人，所以我断定他今天肯定会亏一大笔钱。没想到被我猜中了。看面相，陈凡，你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现在解释。看好了，也让全泰缅的权贵、翡翠商人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见识之术，什么才是货真价实的高品质翡翠。来，切这块。高品质糯种翡翠，色泽温润，硬度尚可，但内部存在裂痕，影响品质，估值200万。看到了吗？我第一块翡翠就开出了200万的高价，你这块破石头能开出来什么高货？我劝你现在赶紧认输，还来得及。陈凡，识相点就早点认错，别到时候连磕头认错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卸了胳膊灰溜溜的滚回矿区，继续当你的黑奴，一辈子也别想翻身。谭的眼光确实可以，第一块就开出了价值200万的翡翠，我看这黑奴是死定了。是啊，雅娜公主真是看走眼了，竟然相信一个奴隶的眼光，今天真是栽大跟头了，丢了王室的脸。才区200万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行，还挺狂妄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堆破石头能开出什么高货来，看看一会儿你怎么收场。我等着你给我磕头认输。师傅，用砂纸慢慢磨，一点一点来，别伤到里面的翡翠。就你这些破烂儿，还值得用砂纸磨？我看你就是纯粹的白费功夫，你在故意拖延时间。这就是你说的高货？
磨了半天，一点翡翠的影子都没有。陈凡，就说你这些破烂料子开不出来高货吧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雅娜公主，看来你的渠道留不住了。师傅，继续磨。别再费劲了，赶紧认输吧。我的天哪，这是要出顶级玻璃种翡翠的苗头。顶级玻璃种帝王绿，色泽通透如玻璃，无裂无杂质。这样顶级的翡翠，价值在1300万左右。这是近3年来博览会最顶级的翡翠。1300万，1300万，这才第一块就开出了这么顶级的翡翠，那不就是说后面2块就会价值更高？这个黑奴真是神了，看来塔恩输定了。陈凡，你果然不会让人失望。查三少爷，这翡翠渠道怕是暂时拿不回去了。这才第一块，你急什么？查三少爷，他还有2块没开呢，他剩下的一定都是废料，我们一定会赢。你最好了，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你只是运气好罢了。姐这块，高品质糯冰翡翠，内部杂质较多，色泽偏淡，估值180万。180万，2块加起来才380万，跟人家的1300万比，你差太远了。哼，是啊，除非最后一块开出天价，不然塔恩输定了。塔恩哥，都切2块了，才380万，我们会不会输呀？你是在盼着我输吗？不可能，我还有最后一块王牌。塔恩，你2块石头开出的价格都没有我的1半多，还要继续比下去吗？别他妈废话，说不定你剩下2块都是废料。等我最后一块解开，定让你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。哎呀，高冰种翡翠，净度极佳，色泽均匀，估值300万。300万？是啊，怎么可能？那废物料子怎么可能出翡翠？怎么办？差距越来越大了，我们会不会输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还在这盼着我输吗？再多说1个字，我弄死你！查三少爷，这么大差距，要是最后一块再开不出有价值的翡翠，我们必输。我看叫停吧。怎么叫停？难道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输不起吗？那以后我在各大家族面前怎么抬起头？可是现在，还有机会。我不相信这个贱奴每次都能开出好货。最后一次，你要是再输，我就把你喂鳄鱼。好，少爷，最后一块一定能开出高货，最后一次一定赢。最后一块一定能开出高货，师傅，快给我解这一块。涨！啊！
陈凡，我就说了，我最后一块一定出高货，赶紧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。是吗？我说过，你今天在赌石上没有参与，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行，我今天就让你给我死得明明白白。解释师傅，给他说，石头估值多少钱？高级兵种清水翡翠，估值600万。陈凡，听到没？600万啊！600万，总共加一块是多少？才600万，980万，还没有他一块价值高。我输了，我竟然输了！谭哥，怎么办啊？我们输了，茶三少爷可是押上了全部的身家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都是你这个贱人！你不是说陈凡是废物吗？他现在怎么会进食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他连翡翠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还有这本事。都怪你！我现在不仅输了，还搭上了15亿，还有茶三少爷的翡翠渠道，我怎么还？啊！输了！我赌上了全部身家，竟然输了！怎么可能？茶三少爷，现在怎么办？真的将这些渠道都让出去吗？茶菜，我们还有第3块石头没有开，现在输赢已经十分清晰了。愿赌服输，明天博览会结束之后，我派人去接手你所有的翡翠渠道。茶三少爷，我是不是劝告过你，你赌运不好，是你自己非要参与的，现在输了可不能赖账啊！谭，你这个废物，你不是说能赢吗？害我丢了全部的翡翠渠道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！茶三少爷，我也不知道陈凡那个废物会进食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害我丢了15个亿，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把我的渠道还回来吗？我在道上混了这么久，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茶三少爷，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我呀，本来是我跟陈凡之间的恩怨，是您非要掺和进来，还要加码加渠道，现在输了，不能全赖在我身上啊！你还狡辩！要不是你说稳赢，我会加码吗？我一枪崩了你！茶三少爷，您就是杀了谭，这个渠道我们也会接受。一个黑奴也敢教训我，别以为我不敢动你，在泰缅还没有我不能动的人。茶菜，赌注是你自己加的，全场都是见证。现在输了，是想反悔吗？是想让全泰缅的人都知道你输不起吗？茶三少爷，冷静。渠道没了，我们可以再找回来。现在重要的是标王，我们以后还有翻身的机会。至于这个黑奴，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。谭的背后是宋拓将军，我们的翡翠渠道都得仰仗将军。要是你开枪了，我们以后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我渠道都没了，还怕什么宋拓？他今天必须死！动我的人跟我打招呼了吗？茶菜，动我的人跟我打招呼了吗？茶菜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我的人你也敢动？将军，谭安土石输了我全部的翡翠渠道，我收拾他天经地义吗？将军，救救我！我不是故意输掉渠道的。真是个废物！宋拓将军，泰缅真正的土皇帝，军队原石军火一把抓，手段狠辣，连王室都要让他3分，是泰缅黑白两道都不敢轻易招惹的狠角色呀！财运未知，我的财富眼睛竟然看不透宋拓将军的财运。还
还是看不到，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，是我的财富眼出了问题？不对，我感觉有股力量在屏蔽我的财富眼能力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塔恩固然有错，但也轮不到你来处置。你动他，就是没把我宋拓放在眼里。将军，您先别动怒，查猜少爷只是一时心急，只是塔恩输光了我们所有的翡翠渠道，让我们损失惨重，还请将军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将军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查塞少爷他自己参与赌局加码，才导致。宋拓将军，这场赌局是查才主动加码，塔恩自愿应战，赌局输了就该认栽。您今天要这样护着塔恩，总得给我们大家一个合理的交代吧，不然王氏这边也不好收场。合理的交代。雅娜公主，您这是在威胁我吗？别忘了，在泰缅，我宋拓的规矩才是规矩。看在国王陛下的面子上，我不和你计较。将军，赌局规则有大家见证，您今天执意护着塔恩，不顾规矩，恐怕会落人口实，不利于您在贵族圈里的声望啊。哼，我宋拓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今日是博览会，重头戏还在标王之争。赌约的事儿，先记住。塔恩输了赌局，应该赔偿，但也轮不到查猜来处置。从今儿起，塔恩发配到边境的原石中转站，终身负责原石分拣，也算偿还了查猜的损失。边境中转站条件艰苦，比矿区好不了多少，但至少是在宋拓将军的地界，早晚都有回来的可能。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，陈凡，你给我等着。谢谢将军。我损失了15个亿的翡翠渠道，一个分拣中转站根本弥补不了我的损失。查猜，你能保住你和家族，就该知足；想翻身，就跟着我做事。日后拓宽了渠道，只会比现在更多、更快。查猜少爷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先答应将军，不然我们连最后的立足之地都没了。都听将军吩咐。赌约渠道的事儿，按照赌约执行。查猜，输了就要认。雅娜，翡翠渠道的事儿你先接手，不过若想要保住，看你的本事。这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拿到手的东西自然守得住。好，那今日之事就此了结，你还满意？我不满意。你是何人，也敢质疑我的决定？宋拓将军，我叫陈凡，是公主殿下的鉴识师。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公主殿下拿到标王。将军，就是因为他，我才输了赌局。他明明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废物，今天不知道耍了什么花招，竟然开出了一块顶级翡翠。你说他是废物？你连个废物都赢不了，还敢在这儿说话，丢我的人！我也是大意了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这才自己没本事，不要怪别人。你就是雅娜从矿坑里捡来的黑奴？是。好，能得到雅娜的看重，还能赢了塔恩，你的本事可不一般呢。不过在这标王之争上，可不是靠嘴说的。空口无凭，那咱们就用实力见真章。能不能拿到这个标王，乃请将军拭目以待。将军，
陈凡是我王氏的剑识师，他的能力我自然信得过。标识之争靠的是实力，还请您不要以出身论人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一个黑奴究竟能掀起什么风浪。今日的博览会我会亲自观看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，也不会让雅娜为你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。你刚刚对我的决定不满意，说吧，想要怎么处置塔恩？将军，我是被塔恩骗到泰缅来的，他不仅挖掉我一个肾，还把我卖到矿山上去当黑奴，所以我跟他的恩仇，我希望我自己能解决。好，我自然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恩怨，但是若想解决，不如等到博览会结束，让我看到你的本事。若是你拿下了这标王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好，希望将军不要插手我们的事，我会亲自了断我跟塔恩的一切。我宋拓自然说话算话，不过你要是输了，可就没这机会了。放心，公主殿下今天的财运，拿下这个标王肯定没有问题。哼，财运，小伙子，赌石靠的是真本事，可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财运。将军不相信，我们不强求，但是今天这个标王，我们拿定了。好，那既然你懂财运，那不妨看看我财运如何。陈凡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还是看不到，而且这种阻力越来越强烈了。将军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？将军，不瞒您说，你的财运我看不透。看不透，小子，你拿我宋拓当3岁小孩呢？拿这种话来搪塞我，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懂什么财运，一切都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，我确定我看不透你的财运。好了，我不信你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你在这次标王之争上会展露出什么真本事。听说今日开出了顶级玻璃种翡翠，看来今年的博览会很有看头。标王竞争马上就开始了，听说今年的标王原石是从南极矿脉挖出来的，潜力无限。雅娜公主刚开出1300万的翡翠，势头正盛，说不定能拿下标王。常三少爷虽然输了赌局，但是家里还在，肯定也不会放过标王的。将军说的对，标王之争才是重头戏。就算我丢了所有的渠道，也要拿下标王，重振声威。好，有骨气。既然如此，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，即刻开始标王竞价。各位贵宾，欢迎来到泰缅1年1度的珠宝博览会标王竞价现场。我面前的这块原石是从南岐矿场精心挑选而出。大家都知道，南岐矿场以出高品质的翡翠原石而闻名，这块原石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其内部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惊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块原石的价值无可估量，简直就是个好东西啊！标王，我要定了。这是标王？没搞错吧？这不就是块普通的原石吗？都说南极矿场出妖怪，表盒表现一般，但却能开出高货翡翠。这块原石是不是也是一样？是啊，这原石看着普普通通，说不定里面藏着高货。要是赌涨了，那可就撞翻了呀！主持人，你确定这个是今年的标王？这怎么看也不像能开出翡翠啊！你们不是开玩笑吧？是啊，是不是随便拿块废料热身？标王还在后面。请大家安静。这块原石的确是今年的标王，大家对南岐矿场的原石都有所了解，
不能因外表而判断其内部的好坏。这块原石是经过太冕数位顶级鉴识师而看过，请大家放心。既然大家现在没有异议，竞价开始，起拍价5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0万，请各位贵宾踊跃出价，价高者得。5100万，5200万，5500万，6000万，6500万，7000万，7000万，有人加价吗？7000万一次。什么情况？茶彩怎么不加了？这才7000万，往年的标王都过亿了。刚刚茶彩输了赌局，渠道没有了，怕是手里资金不足了，赌不起了。7000万2次。千万不要冲动，咱们的资金不足以支撑更高的竞价了，再挣下去得不偿失，会让家族陷入绝境。就算我们拍不到，也不能让黑奴拍到，那样太冒险了。7000万3。慢着，宋拓先生，请问您要加价吗？年轻人，你既然能开出顶级翡翠，可敢与我一较高下，争夺一下这标王之位？将军难道真的要跟王室争夺标王？我只是想看看这块原石到底值不值这个价，也想看看这位黑奴鉴识师的眼光到底有没有那么准。将军有如此兴致，我自当奉陪到底。陈凡，我们手中的资金有限，宋拓将军若参与进来，很有可能拿不下标王。而且，这块石头里面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你有把握吗？公主殿下，这块原石价值不菲，非我们莫属。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一个低贱的黑奴也配给将军争夺标王，太自不量力了。1亿，宋拓将军竟然真的出手，看来这个翡翠原石绝对是高货。这宋拓将军一向对翡翠不感兴趣，今天怎么突然参加竞价了？要是继续加下去，我怕加。这块原石的价值远不止如此，不能轻易放弃。如果拿下它，后期所带来的价值足以覆盖成本。1亿，宋拓将军出价1亿，还有贵宾加价吗？1亿1次，1亿2次，1亿3，1亿3000万，2亿。我的天哪，宋拓将军加到2亿啊！将军，这块原石不值2个亿，就算能出货，也很难回本。咱们犯不着因为一块石头跟王氏撕破脸啊！陈凡，这样下去，我们的资金承受不住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如果将军真的喜欢这块原石，我们愿意拱手相让。但是我有必要提醒将军，这块原石的价值远不止2亿。如果将军拍下来，绝对不会吃亏，只怕将军一时兴起试探，反倒增加了这块原石的成本。什么情况？这黑奴说要把标王让给宋拓将军，他刚刚不还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？谁知道这小子到底卖的什么官司？难道是怕了宋拓将军？王氏和宋拓硬刚本就没有好处，这小子不是怕，是看清楚形势，顺便给将军台阶下，太聪明了。年轻人有胆识有眼光，还懂审时度势，难怪雅娜公主会对你如此看重。既然你如此看好这块原石，那我就不凑热闹了。宋拓将军放弃竞价，目前出价最高者为雅娜公主的1亿3000万，还有人继续加价吗？要是没有人，标王的最终归属为雅娜公主。既然没有人加价，那标王就以1亿3000万价格成交。恭喜雅娜公主以1亿3000万元拍下本年度珠宝博览会原石标王。我说过，这标王我一定拿下。我做到了。恭喜啊！不过
花了1个多亿买了一块不确定的原石，万一打了水漂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我现在很期待，待会儿这块原石切开以后，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。将军放心，这块原石的价值远远高出2亿，定不会让在场的各位失望。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希望你的眼光能配得上你的底气。那就现场解释，让各位一块见识一下。师傅，先去除外面的石皮，慢慢磨，小心点。希望是块废料，到时候让雅娜和那个黑奴血本无归。啊！我就说嘛，一块废料，1亿3千万打水漂了。看来之前赢我都是瞎猫碰了死耗子，现在1亿买了块破石头，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陈凡，这原石都切了大半，还不见翡翠，该不会……公主放心，好货藏得深。师傅，从这个面慢慢磨。啊，这是紫罗兰还是极品？哇，粉紫，这是翡翠中的绝品，色泽均匀，价值连城啊！这竟然是紫罗兰，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的实物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色泽，这品质，绝对是近10年博览会最有价值的标王，这价值至少是10亿起步。雅娜公主这次赚大了。竟然是粉紫紫罗兰，这个黑奴为什么每次都能看到好东西？粉紫紫罗兰，有生之年竟然看到如此绝世翡翠，真是开眼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个废物的运气能这么好？开出了紫罗兰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怎么会？他明明连翡翠都不认识，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剑士本事？我之前那样对他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果然是稀世珍宝，年轻人，你的眼光果然独到。陈凡，也太厉害了！公主殿下，我说过，您今天的财运很好，不过能开出这紫罗兰，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标王之争已经结束了，塔恩、苏淼，现在该算算咱们的账了。将军，求您救救我！陈凡他一定会杀了我的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自己惹的祸自己承担。我说过，我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恩怨，我说话算话。陈凡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留我一命！饶你一命？你当时对我下手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饶我一命啊？是他，都是苏苗这个贱女人，她输了赌债没钱还，是她说我把你骗来泰缅的，就是割你的腰子，也是她怂恿的，我只是一时糊涂被蛊惑的呀。塔恩，你也有今天，吹牛说自己能赢，最后还是输掉了所有渠道，现在还不是乖乖跪在地上求饶？陈凡，我错了，你救救我！这都是他们逼我的，如果不是他们逼我，我又要被卖到园区，我都是被逼无奈啊！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被逼无奈，你们把我骗到泰缅，你眼睁睁的让我看着我的肾被割掉，把我卖到矿场当黑奴的时候，你自己想活命，就要我来生不如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心里是有你的，我只是完全太害怕了。陈凡，感
血就在一起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以后肯定会好好报答你的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陈凡，你要想清楚，这种女人能背叛你第一次，就能背叛你第二次，不值得心软。雅娜公主，你不理解我们的感情，陈凡他很爱我的，他肯定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跟我计较的，他肯定会原谅我的。这点小事儿，你把他卖到矿场当黑奴，还割了他的一个肾，你管这叫小事儿？我还真是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陈凡，你当时说句话呀，你还爱我的对不对？你肯定会原谅我的对不对？只要你不杀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以前不是说让我陪你吗？只要你饶了我，我随时都可以。公主殿下，您的枪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不用脏了你的手。我的事情，我想自己解决。你这个贱女人，到死了都这么犯贱！不要！你欠我的，拿命还都不够！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这是要杀了我吗？求求你别杀我！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陈凡，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杀我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杀了你太便宜你了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公主殿下，您的矿区上还缺人吗？就只是把他送去矿区。他不是喜欢把人卖到矿区换钱吗？那我就好好让他尝尝当矿奴的滋味。把他送去缅北园区，身上能用的都拿去。要是命够硬还活着，就把他丢到矿场。不要这样！我不要走到园区，我不要去矿场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塔恩啊，现在轮到你了。陈凡，你别乱来，骗你的人是苏淼，我也是被蛊惑了，放过我吧。你是不是受害者？不是你说了算，你欠我的也该好好偿还了。陈凡，我给你下跪认错，你饶了我吧。按照咱们之前的赌约，输的那个人废掉一条腿，是你自己来，还是我帮你？陈凡，我错了，我给你磕头。将军，我跟了您那么多年，您救救我吧，我求你了。愿赌服输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。你应该庆幸陈凡先生没有直接要了你的命。打断塔恩的一条腿，把他丢到最偏远的矿区，终身不得外出，让他尝尝挖矿的滋味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杀！我的腿！我的腿！陈凡，害我损失渠道，这笔账我定要你100倍偿还。都结束了。陈凡，恭喜你，不仅帮我夺得了标王，还了结了过往的恩怨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黑奴，我正式聘请你为王室的剑石师。公主殿下，我之前说过，我帮你拿下标王，只求一个自由。我并不想当什么剑石师。陈凡先生，你的剑石技术确实了得，在泰缅难逢敌手。你也知道，我宋拓在泰缅的话语权比王室的命令更管用。不如跟着我来做事，我能给你的比王室更多。
将军这是什么意思？当着我的面就要撬我的人吗？看来你已经想清楚了。谢谢将军，我的心愿已了。我很感激将军信守承诺，没有插手我们之间的事。不过我陈凡这个人自由惯了，不喜欢被束缚。这剑士师的头衔是好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枷锁。陈凡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王室能带给你的比你想象的更多，泰缅境内无上的权力，没有人再敢动你。公主殿下的心意我心领了，还请公主兑现承诺，还我自由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往后你在泰缅无人敢拦。谢谢公主殿下。年轻人，有胆识有本事是好事，但太固执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既然你不愿意被束缚，那今后在泰缅遇到什么危险，大可报我的名，兴许可以救你一命。前提是你得让我看到你有什么利用价值。谢谢将军。又是未知，为什么我始终看不到宋拓的财运呢？还有，这个佛珠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呢？和我的财富眼产生了共鸣？难道我的财富眼和这佛珠有关？陈凡，你怎么一直盯着将军的手串看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公主殿下，我只是觉得将军这个佛珠比较特别。你倒是有眼光，这串佛珠是我早年前在缅北的古墓里得到的，质地特殊，确实有不凡之处。陈凡先生，难道对这佛珠也感兴趣？将军，我只是对这串佛珠比较好奇，不知将军可否借我看一眼？啊！陈凡，陈凡，陈凡，你醒醒！陈凡，陈凡，陈凡，你醒了？你刚刚突然晕倒，没事吧？刚刚那佛珠突然发光，就觉得眼睛一阵酸痛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看来这佛珠果然与我的财富眼有关联。佛珠呢？这里。怎么感觉这佛珠跟刚刚看到的不一样了？我的眼睛竟然还能看透古董的价值？难道是这佛珠升级了我的财富眼？太好了，我的财富眼升级了，现在不仅能看透原石和别人的当日财富值，更能看透古董的价值了。这次看到了，果然是跟这佛珠有关系。只是宋拓将军今天的财富值竟然是负数。你刚才突然晕倒，可把我吓了一跳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儿，将军。我觉得这串佛珠跟我挺有缘的，你能否把它卖给我？无论你开多少价，我都愿意出。这佛珠不值什么大价钱，在我这儿只是一个装饰用来的挂件。既然你说与你有缘，那我便送给你。这串佛珠的价值1000万，将军居然直接就送给我了，怪不得财富值是负数，原来是这样。将军，这串佛珠价值不菲，您送给我了，岂不是吃了亏啊？我宋拓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既然抢缘分，那谈钱太俗气了。不过这串佛珠也不能白白送给你。我就知道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儿。将军有何条件？
只要我陈凡能做得到，绝不推迟。我非常欣赏你的剑识能力，日后我这里如果有什么棘手的剑识问题，或者有什么上好原石需要品鉴，你来鉴识。如果你愿意，这串佛珠就是你的。就只是剑识吗？就这点条件都不答应，那我这串佛珠……好，我答应。以后将军如果有剑识方面的问题，只要你唤我，我随叫随到。痛快！就喜欢跟你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。从今以后，这佛珠就是你的，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。谢谢将军。陈凡，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不愿意留下来做我王氏的剑识师？谢谢公主抬爱，但是我对剑识师确实不感兴趣。行吧，强求也是无用的。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，太冕王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。之前在矿场，你不仅帮我避免了一场损失，还帮我拿下了标王。我之前答应过会给你一笔钱，这里是5000万，就当是给你的辛苦费了。拍下的紫罗兰翡翠已经送去加工，变现之后我再分3成给你。多谢公主的赏识与恩情，这份情谊，我陈凡铭记在心。谈什么恩情不恩情的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互利共赢的关系。还有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将军是有什么事儿吗？陈凡，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事儿吧？将军这么快就需要我帮你鉴识了？今天早上我的手下又发现很多新的翡翠矿脉，里面的矿石品相十分奇特，找了很多鉴识师都看不准，所以说找你过来看看。这升级后的财富眼果然给力，之前只能看到价值，现在直接可以看到原石的内部。价值8000万的龙石种，这可是翡翠中的极品啊！残运值居然一直在上涨，这哪里是发现了翡翠矿，这简直堪比一座金矿啊！将军，这条矿脉价值不菲啊！哦，详细说说。将军，您看这块原石，皮糙粗糙，表现极差，但是价值8000万。这座矿脉产的翡翠矿石，极品翡翠的产量极高。您今天的财运很好，不，往后肯定会越来越好。你说这块石头值8000万？但是我专门找鉴识师看过，很多鉴识师都说这块石头不怎么样，大概率是废料。将军要是不信，可以现场解释，我的眼光不会错。将军，我看这3块石头也很普通，不过陈凡从没出错过，我相信这次也不会错。如果陈凡说的是真的，那这矿脉的价值便无可估量。你刚刚说我以后的财运会很不错，以前怎么说看不透？将军，事事都有变数，以前我看不透，现在嘛，我的眼光更通透了些。师傅，从这里下刀，先去除外面的石皮，里面的玉肉比较细腻，别用蛮力。切完之后，再下手慢慢的磨，别伤到里面的玉肉。好，知道。
陈凡，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好料都藏得深，这块玉石的玉肉存在最里面。继续磨。出绿了！哇，这绿头也太纯了，这水头也很足啊，是顶级的翡翠料。色泽饱满，毫无杂质，这品相是龙石种啊！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龙石种，这么大一块，这色泽，这质地，价值无法估量啊！难怪这年轻人如此笃定，原来他早就看出了这原石的不凡呀！你果然有真本事。陈凡，你太厉害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看错。果然有眼光啊，竟然能看出龙石种。在太缅，这么多剑石师，没有一个比得上。我算是……将军，您过奖了。我说过，您的财运会很不错。我说过，您的财运会很不错。这座矿脉我本没抱什么希望，没想到却开出了龙石种。这件事儿足以证明你的眼光独步太缅。我还是那个条件，我想请你做这座矿脉的专属剑石师，不需要你每天守在矿脉，只需开出原石时过来赏一眼。我给你这座矿脉的3成干股，日后这座矿脉的所有收益你占3成。况且你每次过来长眼的时候，我再给你开出100万新钞，没有任何束缚，你看如何？宋拓将军这是拿出了天大的诚意，3成干股意味着陈凡能长期拥有稳定的巨额收益，还能保持他想要的自由。陈凡，你怎么决定？有了这矿脉的3成干股，我便有了在太缅立足的资本。升级后的财富眼，再加上这层剑石大师的身份，谁也不会再怀疑我的真实实力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宋拓将军都这么看得起我了，我要是再推脱，就显得我不识抬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事后矿脉上有任何问题，我随叫随到。好，痛快。将军只是料到我会答应你的要求，若是日后我看不出来个一二，岂不是让将军失望？刚刚的紫罗兰，还有这龙石种，这些都足以证明你的能力，就算偶尔看走眼，也是正常。条款清晰，条的都是有利条件，没有任何陷阱。宋拓将军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合作伙伴。今后在太缅，只要有我宋拓在，就没有人敢动你陈凡一根手指头。谢谢将军。适配一下。陈凡，能和宋拓将军合作是你的本事，这3成的干股倒也配得上你的见识。
要不是公主殿下把我从矿场上救出来，给我施展拳脚的机会，我哪有这样的机缘？日后，王室只要需要有剑识的地方，我一定不会推辞。你我之间何必客套？如今有了和宋拓将军的合作，你也有了资本，我相信你以后的成就定不一般。公主殿下，茶才和坤爷带人来，要找陈凡先生算账。刚输了渠道，我还没找他清算，他倒跑到我这来撒野。公主殿下，这是我与茶才的私人恩怨，我自己解决。何况宋拓将军也在这儿，他不敢怎么样。陈凡，你这个低贱的黑奴，害我损失15亿的渠道，还在博览会上让我颜面尽失。今天我要不卸了你的腿，扒了你的皮，我茶才的名字就倒过来写。公子说的对，这小子邪门的很，就是他坏了咱们的好事儿。今天要是不收拾他，我们以后在泰缅就抬不起头了。茶才，博览会是皇家举办的，是谁给你的胆子敢来这里闹事？雅娜公主，我茶才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，今天我就是来要个说法，我必须要让陈凡做出的事付出代价。你3番5次来挑衅我，你真以为我怕你不成吗？你不过是输了，心里不服气。现在的这么多人来闹事儿，不过是一个输不起的小孩罢了。死到临头还嘴硬。茶才，你不怕公主殿下？难道你不怕宋拓将军吗？你少拿宋拓将军来压我，我茶才不是吓他。再说了，这点小事儿他哪有时间管啊？是吗？那你可别后悔啊！宋拓将军最重的就是规矩，如果让他知道，你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将军知道又何妨？我茶才在泰缅还是有一定地位的，你少在这教训我。茶才，你最好想清楚后果。你现在离开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雅娜，我既然来了，就没考虑过后果。今天这事儿必须做个了结。茶才，你以为你带了这么多人来就能奈我何？你未免太小看我了。就你一个卑贱的黑奴，我弄死你就像弄死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怕还不知道，宋拓将军已经跟我达成了泰缅边境的矿脉合作，我占30%股份，你动了我，宋拓将军能饶了你吗？怎么可能？一个低贱的黑奴竟然能和宋拓将军合作，这是假的！公子，别听这个黑奴瞎说。宋拓将军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跟一个从矿坑里爬出来的低贱黑奴合作？我看他就是找借口吓唬我们。我就说这小子最会故弄玄虚，赌石的时候你是靠手段获胜，我看今天你想用同样的手段把我们吓走是吧？这白纸黑字在上面写着呢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把将军叫过来，给你们瞧瞧。少爷，这是真的啊！真的是将军的亲笔签名，他跟将军合作了。少爷，输了渠道，现在家族对你的意见很大，再这样闹下去，我们恐怕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不如我们走吧。走什么走？我弄丢了15亿。家族里那些老家伙让我以死谢罪。别说什么宋拓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你别得意，你以为傍上了宋拓将军就安然无恙？这笔账今天必须给你算清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废了！出了事儿我负责，家里的老家伙追究起来，我一个人承担。
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废了！谁要是废了他，我给每个人500，不，1000万。查猜，你今天敢动陈凡，你和你的家族都给我死！查猜，你现在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？宋拓将军，你怎么在这？查猜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人来王氏的博览会闹事儿！我的合作伙伴，你也敢动？宋拓将军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是他的错，他害我毁了一切，我只是想讨个说法呀。哼，输了赌约不认账，还敢动我的贵人？像你这种垃圾，怎么有脸在泰缅立足的？将军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哼，饶你！今日若是轻易饶了你，我宋拓的脸面放在哪儿？公主的安危谁来保护？将军，我……查猜，你平日里仗着自己家族的势力，在泰缅横行霸道，今日更是带人来王氏的博览会上闹事儿。今日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泰缅的规矩何在？将军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给我次机会。机会？现在求饶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将军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保证以后不再找他的麻烦。陈凡，你想怎么解决？查猜，炫赌服输，你履行赌约，把渠道尽快交给亚娜殿下，以后不准再骚扰他，更不准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就这样放过我？不然还杀了你？我们俩之间没有恩仇，只是你输了不甘心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派人把渠道的手续送过来，而且以后不再找公主殿下的麻烦。那你走吧。走。查猜，你以后要是安分点倒还好，要是再敢来找事，我不介意让你彻底在泰缅消失。就这么放过查猜？他今日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嘴上求饶，心里可不会善罢甘休哦。日后留个心眼儿，在泰缅地界有什么事儿及时找我，我替你撑腰。多谢将军提醒，我心里有数了。陈凡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泰缅的恩怨，该了结的也了结了。接下来，我想回华国。回华国？你真想回华国？在泰缅有我罩着，你那3成股份也可以保你衣食无忧，何必回到华国重新打拼？泰缅毕竟不是我的祖国，只有华国才是我的根。也罢，人各有志，故土难离。你想回华国，我自然也是支持你的。我已经给你准备了500万现金，这是一张无上限的银行卡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践行礼。公主殿下，您之前已经给了我5000万的现金，翡翠原石变现之后，我还能分3成，我不好意思再拿你的钱了。你刚回华国，还能有用到钱的时候，就当是我的心意。这块玉佩在华国的道上也能用，报我的名字，没人敢动你。矿产的事儿你放心，随时回来长眼就行。分红的话，
随时打到你卡上。多谢殿下。多谢将军。你们这份情，我陈凡铭记在心。以后，不管是泰缅还是华缅，只要你们需要我，我都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跟我一起。记住，在华国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，及时找我，我就算漂洋过海，也要给你解决。那以后就劳烦将军了。明早我安排人送你去机场。华国，我回来了。翡翠古玩市场，见识见宝，我陈凡定要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